底层女人可以去相亲，而底层男人却不行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道理其实很简单，相亲本质上是一个女方挑选男方的场合。男人一旦踏入相亲场，就等于向外界传递了一个资讯：我是个失败者，没有女人愿意跟我在一起。如果你是男性，不妨问问自己，如果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，你的内心能量会受到多大的打击？要知道，无论社会如何进步，雄性竞争始终是主流。在男性的世界里，只有胜者和败者，没有中间地带。拥有权力或财富的男性能够享受到各种丰富的资源，包括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的 X 资源，而输的那一方基本上一无所有。但女性的世界却不同，尤其在婚恋层面，根本不存在成功与失败的区分，也没有所谓的刚需。所以，对于大多数参加相亲的男性来说，这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魅力，没有成就，也不会甜言蜜语哄女人，可需求却很强烈，再加上家里一直催着传宗接代，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去相亲。这种情况下，男方的姿态通常很低，属于被挑选的一方，只要对方愿意接受自己，就谢天谢地。至于对方长相如何，是否生过孩子，都无所谓。反过来，女性去相亲往往是因为觉得自己年龄大了，看到过去的同学姐妹们都结婚生子，心里有些焦虑。不过她们依然握有很大的谈判资本，比如育龄女性的身份，因此可以挑来挑去，设下各种标准来筛选未来的伴侣。如果你还不理解，不妨去北京中山公园或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看看，那里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为自己的女儿张罗相亲，他们会把女儿的情况写在 A4 纸上，贴在树上或铺在地上，作为谈判的筹码。我特意观察过这些女性的条件，普遍都很优越，比如本地户口、本地房产、名校毕业、体制内工作，这些都是基本配置。唯一的不足可能是年龄，大多在35岁以上。不过女性不会因此降低标准，反而事业越成功，对另一半的要求越高。所以在相亲这个场合，底层男性有可能占到便宜吗？别说占便宜，连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就拿农村的相亲市场来说，一个35岁、腿脚有问题、带2个孩子的农村妇女，在给孩子找继父时都挑得很。他家门口排队相亲的健康小伙子不少，可他还不一定看得上。如果看中了谁，现成全款房加20万彩礼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明白，如果在一个场合连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，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去趟这浑水。更何况，男人一旦没了尊严和自信，这辈子基本上就完了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自己实在追不到女人，又有需求，怎么办？我有4个建议，自己解决：花钱买，练好嘴皮子，把精力全用在赚钱上。其实花钱买这件事，在底层和顶层都很常见。底层是因为 X 资源太稀缺，顶层则是为了消遣娱乐。婚姻也是如此，中间阶层可能因为感情结婚，而底层和顶层的婚姻更多是交易。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，顶层男性其实是可以相亲的。我观察到，有2类高素质男性也会通过相亲解决婚姻问题。第一类是创业者，他们可能忙于事业，到了30多岁还是单身，等赚到钱后想成家。不管是小老板还是高薪城市设计师，他们都追求效率，不愿在不合适的人身上浪费时间，所以可能会选择相亲。这时候他们的选择余地很大，随便去几次就能成功。原因很简单，只要事业有成，没人介绍的通常都是优质女性，郎才女貌，很容易就成了。第2类是见多识广的男性，比如机长、网红经纪人、艺术总监、导演、公关公司老板等等。他们见识广，玩得多，对名利场和风月场了如指掌。到了结婚年龄，他们绝不会娶圈内人，于是也可能进入相亲市场，找一个干净可靠的女性结婚。
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